俄罗斯心脏地带遇袭，俄乌都只剩下一种选择吗？情况有可能更糟。美国跳出来表示，北约与俄罗斯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切实存在，是何用意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振宇在线。近日，克里姆林宫表示有2架无人机试图进攻俄罗斯总统府，但好在这一无人机呢及时被俄发现并且击落，才使得袭击事件没有造成其他的伤亡和损失。虽然最终结果是有惊无险，但这一次袭击事件的恶劣影响不止于此。我们知道，克里姆林宫不仅位于俄罗斯的心脏地带，更是俄罗斯的总统府。遇袭地点的特殊性让俄罗斯不得不予以高度的重视。在俄乌持续冲突的大背景之下，克宫遭受袭击事件又代表了什么呢？对于这次事件，梅德韦杰夫在克宫遇袭的当天就表示，基辅用无人机袭击克宫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。意思就是俄罗斯方面呢已经锁定了元凶，也即乌克兰。梅德韦杰夫既能说出这种话，想必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。在俄乌冲突期间呢，乌克兰几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，所以呢，俄罗斯将目标锁定乌克兰呢完全合理。并且呢，这次袭击事件的性质非常恶劣，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：发动袭击的人呢，就是冲着普京来的，瞄准一国的国家元首，并且发动袭击，这是任何一国民众都无法忍受的事情。所以，接下来俄罗斯将会如何做？用梅德韦杰夫的话，就是除了物理消灭泽连斯基及其集团之外，别无选择。毫无疑问，克宫遇袭一事呢，彻底改变了局势走向。如果说之前俄乌还有和谈的可能性的话，那么经过此事之后，短时间和解呢，已经不再有可能。甚至呢，我认为俄乌现在都只剩下一种选择：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疯狂报复，而乌克兰呢，只有被动接受报复这一个选项。当然了，事情呢有可能会朝着更糟糕的局面发展。目前呢，面对袭击事件，外界掌握的信息少之又少。想必大家都有一个疑惑：如果真是乌克兰干的，那背后呢有没有真正的幕后主使呢？或者是帮凶呢？那乌克兰的实力呢，我们都很清楚。想要让无人机躲过俄罗斯的境内防线，并且呢成功接近克宫，难度那不是一般的大。所以我怀疑此举背后可能是有一个多方配合、团伙作战的形式的。谁会在这个时候如此热心地帮助乌克兰呢？答案似乎是唯一且确定的。恰好美国官员站出来表示，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。如果接下来西方还不知道避嫌，背地里呢搞一些挑起局势紧张的小动作的话，那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真的有可能发生。届时呢，一场地区性的冲突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大战。美国玩火，最终将会引火烧身，这一幕迟早会发生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精彩的评论。